1995年，传闻上海惊现吸血鬼，喜欢晚上躲在暗处袭击人类，然后把人身上的血都吸干致死。尤其喜欢吸食穿红衣服女孩的鲜血，把上海搞得满城风雨，人心惶惶。有关上海吸血鬼事件流传最多的是这4个版本，分别是吸血老太婆、吸血研究员、海上飘来的棺材、凶杀案的演化。吸血老太婆是当中流传最广的版本，传闻有2个女孩住进了上海一家酒店，由于酒店廉价，房间内没有洗手间，其中一个女孩去上公共厕所时一去不返，另一个女孩非常担心，于是前往公共女厕查看。不料刚刚走到门口，就看见一个穿着红色衣服的老太婆从里面走出来，嘴巴红得跟血似的，样子极为诡异。进入厕所后，便发现朋友干巴巴躺在地上，脖子上有2个指印，浑身血都被吸干了。之后上海又发生了多名女孩被这样吸干血的恶劣事件，受害者均穿着红色衣服，且命案现场都曾出现过一个穿红衣服的老太婆，所以吸血老太婆为了保住青春，专吸穿红衣服女孩的血的传闻不胫而走。吸血研究员是当中最科学的版本。上海一家中外和制药厂的研究所里有一个姓林的研究员，是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博士，后在一次化学实验中失败而导致身体发生了变异，必须要每天吸食血才能够维持生存。一开始他并不想杀人，只是以动物血为生，后来控制不住开始袭击人类，并吸食人血，作案无数。后来为了逮捕他，甚至牺牲了2个警察。海上飘来的棺材是当中最离奇的版本。1995年，上海郊外的海岸上突然飘来几口棺材，然后从里面爬出来几个死人，他们力大无穷，见人就咬，一旦被他们咬住的人，浑身血都会被迅速吸光，当时死伤惨重。后来在村民的联手下，终于将他们擒住并烧死。上海垂魔魏广秀凶杀案的演化成的传说。90年代，上海曾经流窜着一个被称为垂魔的变态杀人狂，在短短2月间，先后在上海宝山、杨浦2区连续犯下了13起拦路行凶、抢劫妇女的恶性案件，被害人头部均被钝器重击，一片血肉模糊。这就是当时震惊沪上的魏广秀敲头案。由于当时受害者受伤在头部和颈部，一片血肉模糊，就好像被吸血鬼咬过一样，所以越传越邪乎，成了吸血老太婆的故事。情况具体是哪个，谁也说不清，反正这件事在当时闹得很大，吓得学校里的女生不敢穿红色衣服，连红领巾在做完早操后都要全部摘下，胆小的更是上厕所都要结伴而行。见此情形，学校只好开会辟谣，称是无稽之谈。但是奇怪的是，那段时间学校每天都会安排老师检查厕所，并且不许外人进校，学生放学后都要求家长护送回家，没人接的由老师统一安排送回。此外，上海电视台曾经专题报道过此事，但后来又向公众道歉，称是谣言。上海吸血鬼事件差不多就是这样，如果真有吸血鬼的话，吸血研究员的可行性要大一些，其他3个版本都不怎么靠谱。吸血老太婆和海上棺材压根就是恐怖小说的节奏，而魏广秀敲头案是发生在1997年，与吸血鬼事件发生的1995年有时间上的矛盾。